是男频大反派，却穿成女频灭文女主的随身系统。小师妹污蔑女主抢夺她的法宝，整个宗门的人都在指责女主不知廉耻，甚至要求她自废修为。女主哭得梨花带雨，瑟瑟发抖，你简直要气死了！哭什么哭？你上去砍他们呀！别管打不打得过，砍死一个算一个，砍死2个还赚1个。女主瞬间懵了，是非对错还没分清楚，就这么喊打喊杀的不太好吧？你差点当场吐血，都修仙了，人家都欺负你头上了，还管那么多？女主被人锁了经脉，但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只需要1刻钟就能搞定。你直接将女主魂魄挤到角落，真是个废物！让老子来！本来你打算等禁制解开后再教他们做人，可是这些人的嘴是真的浅，指着你巴拉巴拉一顿狂喷。柳如烟，你身为宗门大师姐，竟然3番2次抢夺小师妹的机缘，这次甚至趁着除妖之际偷袭小师妹，抢夺她的法宝。你这种人不配做我们的大师姐！你忍不住瞥了这放屁的人一眼，脑子没毛病吧？那法宝又没写名字，法宝谁拿到算谁的，凭什么说就是那个什么小师妹呢？退1万步讲，就算那法宝是她的又怎么样？连自己的法宝都守不住，还要她有何用？要是出去被别人抢了，别说法宝了，估计连小命都没有了。外面的人可不像你这个师姐这么心慈手软，这么说起来，你还是她的救命恩人呢。听到你这么有理有据的一番话，众人都群情激愤，纷纷跪地向宗主请愿，请宗主废除柳如烟的修为，打断4肢丢下山去。整个宗门的人都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冲上来将女主除之而后快。旁边的小师妹娇憨可爱的撅着小嘴抱怨：师姐，你想要什么可以直接跟我说呀，为什么非要偷呢？我倒是不在乎那么点东西，可是咱们御剑宗除了一个小偷，传出去多丢人啊！宗主闻言猛然一惊，看着你的目光从嫌恶变成了杀意，你差点气笑了。这死绿茶，前世追你的女人多得数不胜数，绿茶、白莲花、汉子茶应有尽有，这种小伎俩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这么说不就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能放过女主吗？否则全世界都知道御剑宗出了一个小偷。果然，宗主一脸沉痛的开口了：柳如烟，你抢夺他人法宝，罪大恶极，今日若不加以严惩，本座如何向月月交代？你赞同的点点头，的确是不好交代，不过我有办法。众人闻言都满脸不屑地看着你，死到临头才知道求饶，该不会以为求饶就能免除一死吧？你呵呵一笑，一群蝼蚁有什么资格在你面前逼逼赖赖？恰好此时你的禁制已经解除，你二话不说拔剑出鞘，一剑刺穿小师妹的心口。小师妹震惊地看着你，大口大口地往外吐血，众人也都惊呆了，全场死一般的寂静。宗主难以置信地看着你，柳如烟，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你却是理直气壮地看向宗主，刚才他不是担心没法跟小师妹交代吗？你现在干掉小师妹，这下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宗主一口老血噎住，看着你的目光仿佛在看什么怪物，反手召唤出本命宝剑，就要将你斩于剑下。你觉得他有病？小师妹区区一个筑基中期的小菜鸟，而且还撒谎成性，总是陷害女主，死了就死了。女主可是金丹初期修为，是宗门年轻一代里的佼佼者，孰轻孰重看不出来吗？宗主被你问得哑口无言，一时间反应不过来，手中的君子剑也渐渐放了下去。你满意的点点头，当然，他的剑落下去了，你的剑可是紧紧握在手中的。谁知道这些蝼蚁会不会突然发疯，背后给你来一刀？女主急得在你脑海里大吼：住手！不许对师尊出手！就算你是男频大反派，也不能动不动就杀人吧？修为高也得讲道理啊！你都无语了，恨不得当场把这个窝囊废一剑捅死。这种人怎么能当上主角的？你第10001次的怀念自己的身体。你本是男频修仙界的反派大佬，在找主角团寻仇时，因为一时不小心，竟然漏掉了主角自己都不知道的私生子。最后在你渡雷劫的时候，对方趁机对你偷袭，导致你生死道消。你不怕死，但是死得这么憋屈，你可受不了。就在你灵魂即将消散时，你遇到了即将和女主绑定的系统，立刻抓住系统的尾巴，偷偷跟着穿越过来。你听到系统和女主的对话，知道这是一本女频虐文修仙小说。女主是恋爱脑小白花，从头到尾被人欺负得死死的，她的师弟师妹们欺负她，她父母欺负她，她的未婚夫欺负她，她的灵兽欺负她，甚至她养的狗都欺负她。于是女主经历了被陷害、被废修为、被挖金丹挖灵根、被误会、被退婚、被强勾、被堕胎，最后女主心死如灰，心碎而死。然后男主和其他人才知道自己误会了她，接着就开始各种秀骚操作，表明自己追悔莫及，以及展现对女主的深情，包括淡便与骨灰泡酒，抱着女主的尸体勾勾缠缠，甚至睡在女主的棺材里。你听得差点当场破口大骂，从没见过这么窝囊的人，也没见过这么恶心的主角团。你看不下去了，你想离开，但是下一秒就听到系统跟女主说，只要女主走完剧情就能原地飞升，而系统自己也能夺取天道之力，获得一次穿梭时间的机会。你瞬间就来了精神，你现在就想穿越回过去，把那个小兔崽子给宰了，顺便再把主角团那些神经再杀一遍。所以你果断吞噬了系统，强行取代了系统意识，不就是协助女主走剧情飞升？小意思，不过受气是不可能受气的，谁敢让你受气，你就让谁断气。你刚一出场就干掉了小师妹，按照正常逻辑来推断，这一招杀鸡儆猴应该能让这群弱鸡师弟师妹们闭嘴。上面的宗主长老们应该也会考虑到你的实力以及你在宗门中的重要性，而选择站在你这一边。可是令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你显然还是高估了女频虐文 NPC 的智商。众人居然一心想着为小师妹报仇，对着你喊打喊杀，那你也不客气，谁敢往上冲，你就直接一剑送他归西。这下大家更把你当成嗜杀成性的大魔头了。宗主更是亲自下场，一剑向你刺了过来，你也不甘示弱，提剑就迎了上去。可就在你们打得难舍难分的时候，柳如烟她造反了，拼命在身体里挣扎。住手，那可是我的师尊，不许你伤害他。你被他吵得头疼，真想撬开他的脑袋看看里面装的是大米粥还是豆腐脑。人家都下杀手了，他还在那里唧唧歪歪。不过你对比了一下你和宗主
主的修为差距。宗主元婴初期，女主这具身体是金丹初期，差距还不小，那就得动用一点其他手段了。你果断将身体还给女主，让她出去走剧情。女主跪在宗主面前，努力解释自己是无辜的，她没有偷小师妹的法宝，也没有抢小师妹的机缘，反倒是小师妹经常抢她的东西，甚至还撒谎陷害她。可是根本没有人信，甚至有师弟站出来，信誓旦旦地说女主欺负小师妹是他亲眼所见，他可以作为人证。这位师弟一向对小师妹宠爱有加，所以被大家视为和睦师兄妹的典范，大家自然更愿意相信他的话。无论女主怎么辩解，都没有人相信。此时你已经等得不耐烦了，眼看着任务进度表，这个女主被误会的任务进度终于达到了60%，60%就算是合格了，表示这个剧情任务勉强算走过了。虽然说任务进度100%更好，但是这剧情太憋屈了，你实在是忍不了了，当即冲出来抢过身体的控制权。柳如烟，看到了没有？你说什么都没用的，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是非对错，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喜好，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女主瞬间迷茫了，她第一次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她不知道，你可是知道，一群连证据都拿不出来的蝼蚁，居然还敢对着你喊打喊杀，立刻教他们做人。二师弟，刚才就是你说你亲眼看见我欺负小师妹了，你哪只眼睛看见的？二师弟不屑地嗤笑一声，下巴高高昂起，表情满是挑衅之意。我2只眼睛都看见了，怎么样？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你满意的点点头，既然2只都看见了，那说明这2只眼睛都是瞎的。你反手拔剑出鞘，出其不意地划过二师弟的双眼，下一秒鲜血四溅，二师弟双眼皆废，顿时发出凄厉的惨叫声。这一变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众人呆愣了半晌，许久都没回过神来。他们没反应过来，但你反应可不慢，趁他病要他命，你反手一剑刺入他的胸口，然后横着旋转了360度，直接把他的心脏全都搅成碎片，确保他已经死得很透彻了。你这才把剑抽回来，你如此利落的又杀掉了一个同门，霎时间全场哗然。宗主指着你的手都在颤抖，气得脸都憋红了，半晌都没骂出声来。女主担忧极了，这好歹也是他的师尊，尊师重道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怎么能把师尊气成这样呢？你呵呵了，女主的脑子不是有病吧？刚才她被冤枉被喊打喊杀的时候，这位师尊可是屁都没放一个，更别说出来主持公道了。哪怕他说一句有何证据，你都能算他仗义直言。现在死的成了他们自己人，师尊才知道着急，这也太双标了吧？可宗主显然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被你对了也认为是你胡说八道，你一点也不意外。看来这群人的脑子是彻底坏了，已经不具备改造的可能，干脆全都灭了吧！你抓起师弟师妹的尸体就往后山跑。宗主愣了一下，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瞬间脸色大变，二话不说拔腿就飞，几乎是用尽了自己此生最快的速度。可还是晚了一步，等他冲过来时，你已经站在了禁地的边缘。宗主失态的尖叫出声：不要啊！你刚才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肯定是你小师妹不好，如烟你是冤枉的，我会补偿你的，你想要什么都可以，你别冲动。你冲着脑海里的柳如烟挑挑眉，看见了没有？宗主这不是什么都知道吗？很明显他刚才就是在装傻，现在才知道悔悟，晚了。你反手将师弟师妹的魂魄从他们的尸海中拽出来，反手扔进禁地里，然后将尸体丢进去，灵魂献祭，精血破阵法，封印破。霎时间磅礴的妖气冲天而起，席卷了整个御剑宗。宗主发出崩溃的叫喊声，看着你的目光仿佛在看杀父仇人。你很理解他现在的感受，毕竟根据原剧情，御剑宗实际上只是个小宗门，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多资源，能把宗门经营的这么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里封印了一只六尾狐妖，而御剑门只是看守封印的，类似于门房一类的存在。六尾狐妖怨气深重，刚出阵法就开始在御剑宗肆虐，所过之处惨叫连连。整个御剑宗修为最强的就是宗主，区区元婴初期而已，不一会儿就被六尾狐妖吞噬干净。你看着他们的惨状，回想原剧情中他们是如何误会女主，又是如何废掉她的修为，斩断手筋脚筋丢出宗门，让她受尽凌辱的。现在看着这些罪魁祸首落得这样凄惨的下场，你觉得心里舒坦多了。果然原谅是不可能原谅的，只有罪魁祸首比受害者还凄惨10倍100倍，才能让你心口萦绕的怨气消散。虽然受害者是女主柳如烟，但是你现在是她的系统，四舍五入就是她的老大，欺负你的小弟也一样的死。六尾狐妖站在你面前，看着你的神情也是不怀好意，你丝毫都不害怕，毕竟早在刚刚女主走剧情时就已经被逐出宗门，现在你和御剑宗早已没有任何关系。六尾狐妖身上并无魔气，很明显他还是正道妖修，自然不能随便杀害无辜的人。就是你把我放出来的，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我可以完成你一个愿望。你仔细想了一下，我许愿你可以替我完成3个愿望，可以吗？六尾狐妖瞬间沉默了，木着脸定定地看着你，你懂了，看来是不行了。不过你也不失望，毕竟你也是随便说说，反正试试也不要钱，万一狐妖心情好答应了呢？你想了一下，还真有一件事需要狐妖帮忙。这本虐文小说的男二是狐族的代理族长，因为族长失踪800年，狐族群龙无首，只有男二修为最高，便有他做代理族长。可是在他眼里，代理族长就等于族长，他早已将狐族当做了自己的所有物，几百年大权在握，让他养成了说一不二的霸道性格。原剧情中他被人类修仙者重伤，拼命逃离后晕倒在路边，是女主路过好心救了他，结果他伤好后把女主掳回妖界，与女主展开了强制霸道爱，中间误会重重，害得女主伤身又伤心。具体的剧情你还没看，因为你也觉得辣眼睛，担心自己忍不住直接挑起人妖大战。你要六尾狐妖做的事情，就是让他回到狐族夺权，重新成为真正的狐族族长。到时候看男二那个霸总癌晚期还怎么嘚瑟，说不定六尾狐妖够厉害，能直接把他干掉呢。六尾狐妖虽然不明白你为什么许这么一个愿望，但还是答应了。一阵微风拂过，六尾狐妖瞬间消失在原地，而你则是冲进御剑门，开始大肆搜刮师尊是兄弟姐妹们的遗产。柳如烟毕竟是女主，当然聂文女主也是女主，所以她的机缘真的不少，得到的好东西也是数不胜数。不过虐就虐在这些好东西都被人抢走了，所以全总们都是强盗，没有一个死的冤。你心安理得的把好东西都搜刮回来，便高高兴兴的
去了永玄门。永玄门是修仙界4大宗门之一，也是御剑门的顶头上司。当初六尾狐妖被封印的事，就是他们的手笔。只不过六尾狐妖自己也知道，他现在还不是永玄门的对手，只能先养精蓄锐。可你不一样，你决定打入敌人内部。既然御剑门有人脉，那你干嘛不用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嘛。你把身体控制权还给柳如烟，让他自己去走剧情，而你则是开始修炼。你发现你的魂力若是能够提升，相应的控制身体时，身体的战斗力也会大大提升。柳如烟祭出宗主的飞船，只用了2个时辰就来到永玄门。可是刚到宗门就被人拦了下来，对方毫不客气地启动护山大阵，女主猝不及防，瞬间从飞船上摔落下来。拦住她的人是曾经在仙门大比上输给女主的永玄门弟子乔莹莹，指着女主阴阳怪气，哪里来的鼠辈也敢擅闯我宗门？女主从地上爬起来，好声好气地解释自己是来拜师学艺的。可是乔莹莹连进去通报都不愿意，直接不屑地嗤笑一声，让她滚。我们永玄门可是4大宗门之一，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来拜师的。这分明就是辱骂之言，这跟把女主的脸撕下来扔在地上才有什么区别？女主好声好气地说了御剑门如今的情况，宗门遭遇大变，已被全数灭绝，只剩女主一个，所以她才来永玄门拜师学艺。可是乔莹莹直接将她踹了出去，女主还在和她理论什么仁义道德之类的，你简直听不下去了。人家都起脸输出了，还在那逼逼赖赖，这样的不杀留着她干嘛？女主可能是被你在御剑门大肆杀伐的惨烈现象吓到了，死活不肯把身体控制权给你，还是柔声柔气的安慰你不要着急，这里可是女平文，大家都是姐妹，不能像男平文那样打打杀杀的，还是应该用计谋来化解危机。女主自信地露出笑容，现在站在她面前的是一朵骄纵白莲花，她已经想好了对策。乔道友，我等都是修行之人，按照修仙界的规矩，下属宗门派精英前来学习，上属宗门必须派人出来接收。你若违反规定，恐怕宗门执法堂不会饶过你。你整个人都看愣了。不是，原来他刚才没有在开玩笑，是真的要跟人家讲道理啊。可是看对方那个样子，像是讲道理的人吗？你觉得情况并不乐观。果然，乔莹莹对他不屑一顾，甚至直接放下狠话，要是女主再不管他，就要开启御敌阵法了。说着，乔莹莹直接拔剑出鞘。讲真，你反而有些欣赏这个乔莹莹了，有事直接动手，不逼逼赖赖。女主却并不欣赏这种行为，甚至还被吓到了。看着快要戳到自己脸上的剑，她表面看起来还算镇定，心底却在疯狂尖叫：救命啊！我要被毁容了！系统快起来干他！你听到这句话，半晌都没有回过神来。女主又不缺手缺脚，自己不会上吗？可是女主心里呜呜咽咽的哭泣，告诉你，她是真的不会，她从来没有打过人。你都无语了，金丹初期这么高的修为哪里来的？连打架都不会，要她何用？就在你迟疑的这么一会儿，女主都快要哭着下跪了，你再也忍不了了，直接抢过身体控制权，反手拔剑出鞘，也不等对方的剑格挡，而是从刁钻的角度刺了过去。霎时间，一道血柱冲天而起，出手的宗门弟子瞪大了双眼，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失手分家了。鲜血是在1秒钟之后才开始洒落一地，你的衣摆被鲜血染成了粉红色，看起来格外妖艳。乔莹莹吓得发出尖锐的惨叫声，解开藏在手腕的信号弹，一道红光冲天而起，化作无数道流光飞向宗门的各个山峰。你转头看向乔莹莹，一步一步的靠近，脸上被喷溅的鲜血也没有擦，看起来格外瘆人，但是你的笑容却是非常灿烂。怎么不骂了？刚才不是骂的挺爽吗？飞剑也玩得很开心啊，现在轮到我了。你一剑刺向乔莹莹，乔莹莹吓得屁股尿流，扑通一声跌坐在地，她也不敢站起来，就这么连滚带爬的向后逃去。你可不会给她逃跑的机会，随手一指，剑锋一转，再次向她刺了过去。可是下一秒，一道寒光向你飞射而至，带着凛冽的杀气，你闪身躲避，就这么一个停顿，乔莹莹早已逃到了来人的身后。来人正是永玄门弟子顾廷玉，他看着你的眼神警惕，又带着几分轻蔑。什么人胆敢在我永玄门放肆？你嗤笑的比他还要大声。什么东西？一个搞偷袭的也配问你的名号？永玄门没有镜子还没有尿吗？自己回去照一照，有没有那么大的脸？顾廷玉被你骂得脸色铁黑，一副恨不得将你当场捅死的模样。你这无耻小贼！呵呵，讲道理讲不过就骂人，这么没素质，不喜欢讲道理是吧？那老子也会点拳脚。顾廷玉还处在骂阵阶段，但是你没兴趣，你直接拔剑就上，一出手就是无影连环72路必杀技。饶是顾廷玉这样的金丹7大圆满，也被你压着打得连连败退。刚才玉树临风的小发型都歪了。柳如烟已经惊呆了，你出来一共也没说2句，怎么一言不合就开始杀人了？这也太草率了吧！柳如烟甚至准备抢夺身体的控制权，你恨不得先捅死她。这女子脑子有病吧？瞎了吗？没看到刚才对方都掏剑了，要不是你出手快，柳如烟的脸都被划烂了。可女主却不以为意，反正对方也没有伤到她，何必真的打打杀杀的？冤家宜解不宜结。可是你却不敢苟同，拔了剑就要有被砍的准备。不过跟着恋爱脑女主说再多也没用，你索性用实际行动教导她。你直接暴喝一声，废了一件刚搜刮过来的法宝，挡下顾廷玉的致命一击，反手一剑直直的刺入他的心口。可惜顾廷玉身上的法宝也不少，竟然挡住了你这一剑，只是胸口被划开了一道血痕。你丝毫没有犹豫的继续追击，可是突然间又有一个人加入了战斗圈，是顾廷玉的师弟，他角度刁钻的一掌拍向你的丹田，你险险闪过，就这么一交手的机会，你已经看出来了，新来的这个师弟也是金丹7修为，你一个人越级对战金丹大圆满倒是没什么问题，再来一个就不好说了。看到你撤退，师兄弟2个竟然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区区小贼也敢在永玄门放肆，真是不自量力。你心里顿时就有些不舒服了，真是小人得志，2打1胜之不武，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好得意的。不过受气是不可能受气的，你可不是软包子，他们敢嘲笑你，那你就迁怒别人。你挑了一个笑得最大声的，刚才还在你背后冲你放过冷箭的弟子，反手一剑砍下他的头颅，鲜血喷溅到所有人脸上，山门前的台阶也多了一抹鲜红色。刚才还笑得前仰后合的2张笑脸，此时也被鲜血染红，笑容也僵在了脸上。你还真别说，现在他们的表情看着悦目多了。看到同门的尸体，顾廷玉他顿时怒发冲冠，目眦欲裂之间
提着长剑，几乎毫无章法的冲突而来，宛如一条被激怒的猛兽。我要杀了你！你给我去死！你这个疯子！可是刚才就不是你对手的人，现在情绪失控、意识混乱的情况下，出招毫无章法，那就更不可能伤到你了。你冷笑一声，一个旋转飞踢踢飞他的本命剑，回手一剑就将他持剑的手臂齐根砍断，鲜血四溅之间，顾廷玉无力的跪倒在地，难以置信的瞪着你。为什么要下此狠手？我们只不过是发生了一点争执而已。你有些诧异，这还用问吗？发生争执就能喊打喊杀，直接拔剑相向了吗？别说只是为了示威什么的，当一个人拔剑的时候，尤其是指向他人的时候，就已经是宣告开战的意思了。当然，在战斗中断个手啊脚啊的都很正常，丢掉小命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你一句话都懒得说，你又不是他爹，也不是他娘，为什么要给他解释那么多？反派死于话多不知道吗？顾廷玉还在嘶吼着，执着的想要一个理由。你只是风轻云淡的微微一笑，没有为什么，想杀就杀了，哪有那么多因为所以的？去死吧！下辈子记得谦虚一点。你挥剑斩向顾廷玉的脑袋，可是就在这时，乔莹莹突然冲了过来，死死的护在顾廷玉身前，哭得梨花带雨。求求你别杀师兄，都是我不好。柳如烟，求求了，只要您不杀师兄，要我为奴为婢做牛做马都可以，求求您放过师兄吧。顾廷玉也咬牙撑起重伤的身体，想要把哭得楚楚可怜的乔莹莹护在怀中，可是他没手。莹莹别哭，师兄不怕死，你不要求他。你还真别说，乔莹莹哭起来还真有点若柳扶风的那个意思，你倒是没什么感觉。但是女主于心不忍了，这小姑娘哭得实在是太可怜了，直说他们其实也没做什么，自己也没受什么伤害，也罪不至死吧。你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脑子这么有缺陷，难怪在原剧情里被虐得这么惨。别人坏是最大因素，但是女主自己脑子有坑绝对是第二大因素。不过你身为代班系统，还需要女主继续走剧情，当然她的情绪也要多少考虑一下，所以你没有直接动刀子，而是很和气的询问了乔莹莹的意见。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吗？看到乔莹莹点头，你善解人意的提起了剑，直接将那颗哭得楚楚可怜的头砍了下来，鲜血飞溅到顾廷玉脸上，半晌后他才反应过来，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与此同时，女主也开始在你脑海里尖叫，怎么说的好好的就动手了，不讲武德啊！你只觉得烦躁，你已经够善解人意了，刚才还特意询问了乔莹莹的意思，这一切都是她自愿的。一个手下败将还敢在女主面前唧唧歪歪，那当然是更要杀了，不然还留着过年吗？顾廷玉费力地爬到乔莹莹的身边，抱起她还未曾瞑目的头颅，哭得撕心裂肺。莹莹，我的莹莹，柳如烟，你这个恶魔，你不得好死！说实话，你都有些欣赏她的勇敢了，居然敢对着你破口大骂。上一个敢骂你的人，现在坟头草都比人高了。你体内的戾气迅速堆积，正准备教他做人，体内的柳如烟突然察觉到了你的杀气，顿时害怕的一边哭一边劝解：别管他了，不要再杀了，赶紧走吧，不然一会永玄门的人杀过来了。你想了一下，被整个宗门追杀的确挺麻烦的，正想着今天偷个懒，谁知顾廷玉不但脑子有问题，嘴巴也欠得很，居然冲着你怒吼：柳如烟，你这个魔鬼，有本事你连我一起杀了，反正没有莹莹，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呵呵，这么勇的吗？真以为老子不敢杀你吗？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剑斩断顾廷玉的脑袋。因为事发突然，顾廷玉的表情还持续着生前的模样，你看了一眼，顿时觉得有些好奇，他这眼睛一抽一抽的是什么意思？该不会是在做鬼脸嘲讽你吧？柳如烟沉默了一会，才叹了口气，悠悠的解释道：顾廷玉这是在向你暗送秋波，估计是想靠那张出色的皮相换来你的一丝怜悯，以此来保住小命而已。闻言，你的沉默震耳欲聋，没想到这男人这么心机。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弟子都这么心机深沉，那这永玄门里的宗主长老什么的，肯定也不是什么好玩意。那他们以后能放过你吗？你抬头望去，看着远远赶来支援的永玄门弟子，默默的开始磨刀。柳如烟怯怯的劝你别冲动，快走吧，都已经杀了人家宗门年轻一代的弟子里最有前途也是唯三的金丹期了，差不多得了，还是赶紧跑吧。可是你却坚定的摇摇头，跑什么跑？永玄门之内上上下下，算上杂役在内有近1000个弟子，现在他们的大师兄和大长老被杀了，宗门战斗力直接减少一半，他们能不来找你寻仇吗？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去，他们也不会放过你。柳如烟仿佛猜到了你要做什么，难以置信的发出尖叫声，他觉得你疯了，你觉得他脑子有坑？斩草不出根，春风吹又生，这1000多个人里面，万一有一个隐藏的修仙天才，他在未来修炼到比你厉害的时候，然后回来复仇怎么办？上一世你就是这么失败的，你绝对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这里把他们全杀了，永绝后患。看着将你团团包围如临大敌的永玄门弟子，你只是微微一笑，大家不用怕，今天我不是来踢馆的，我只是想让永玄门飞灰烟灭而已。话音刚落，你抬起掌猛地一挥，浩渺的灵力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出，几百名弟子纷纷发出恐慌的尖叫，毫无反抗之力的被你的掌风打得倒飞出去。因为就在刚刚，女主又走完了一个被打脸的剧情，获得了系统的奖励，境界直接提升到了元婴期。元婴对上最高战斗力只有金丹的宗门，那几乎是碾压性的存在，一瞬间将整个永玄门的建筑夷为平地，尘土飞扬。你的灵力如飞剑一般锋锐四散纷飞，追杀着永玄门里每一个有生命气息的生物，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修仙者，无论是人类还是灵兽灵植，全都在你的掌风下化为齑粉。一个时辰后，尘土逐渐落定，永玄门早已彻底被消灭，废墟一般的永玄门中已是一片尸横遍野的景象，宗门内的修士和弟子们成了一片血腥的残骸，苍白的脸上写满了死亡的恐惧和绝望。你满意的点点头，这才对吗？凡是敢肆意欺辱你的人，就应该是这个下场。
在旁边助威的帮凶也不例外。女主已经快要疯了，才来这里不到半天的功夫，已经杀了那么多人。她可是正道修士，怎么能肆意杀戮？要是事情传出去了，她恐怕要被当作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了，就更没心思走剧情完成任务。你对此却丝毫都不担心，反正他们都死了，没人能把你杀人的消息传出去。而且只要你实力足够强，站得够高，又有何人该说你不是正道修士？你没有把他们打成邪魔外道，他们就应该谢天谢地了。不过柳如烟倒是提醒你了，为了以防万一，还是要更谨慎一点。你躲在暗处，偷偷观望着永玄门的那片废墟。柳如烟有些疑惑，人都杀完了，宗门也被灭了，还在这里等什么？你却是摇摇头，其实你也不确定，只是上一世的惨痛教训，让你觉得应该在这里等一段时间。果然天色擦黑时，一个9岁大的孩童费力地从废墟之中爬了出来，目光停留在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上。那些曾经一起笑闹的师兄弟，现在全都变成了冷冰冰的尸体。他的眼中满是痛苦与仇恨，他跪在宗主面前连磕3个响头，并且指天立誓，今生我是报此仇，若有违誓言，便天打雷劈人神共泣。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一道无形的法则之力降到他身上，这是天道认可了他的誓言。你暗暗点头，看来这小子的确是跟宗主有关。你抬腿就往外走去。柳如烟瞬间明白你要做什么，拼命调动全部力量控制住你的双腿。不行，不能杀，那还是个小孩子呢。你为了照顾任务工具人的情绪，也只能选择比较委婉的方式。你决定给那小子2次机会，若是回答证明他没有野心，你就可以放他一马。柳如烟这才松了口气，只要不是动不动就杀人，别的情况他都能够答应。而且这孩子都就9岁了，很多事情也应该都懂了，估计没什么问题。你的突然出现把那个9岁小子吓了一跳，但是你早已在这4周布置了禁制，他逃不掉的。你拿出一把刀和1盒糖，让那个9岁小子选一样。小孩子强忍着悲痛与恨意，双手颤抖的去拔刀。你顿时双眼一瞪，此子杀心太重，以后肯定会找你复仇的，必须杀掉，一绝后患。9岁小子吓了一跳，赶紧放弃马上到手的长刀，转而选了另一边的蜜糖。柳如烟顿时松了口气，一个只知道吃糖的小娃应该没什么威胁了吧？你却毫不客气地砍了小子的脑袋。柳如烟都快要疯了，连个9岁小童都不放过，他这回指定要成为整个修仙界追杀的恶徒了。这到底是什么呀？面对柳如烟崩溃的质问，你却是极为淡定，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那小子身负血海深仇，却一心只想选糖，分明是心机深沉之辈，此子断不可留。你了结了这个9岁小子以后，装作遇见离开后，又偷咪咪的抄近路赶了回来，耐心的等了半个多时辰后，另一个小子从废墟之中钻了出来，随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宗主的尸体前面，又要开始走流程哭泣发誓了。你没有急着出去砍杀，而是跟着那个7岁小子身后，看他有没有什么同伙。果然在2公里外的树林里，2个管家模样的人围着7岁小子，哭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一副要为他冲锋陷阵的模样。但是你盘查过，周围再没有人了，而这个接应的人只是个筑基期蝼蚁，反正没什么危险性。你直接跳出来说一句话的机会都没有给他们，直接一剑穿成了糖葫芦。确定2人没了呼吸后，你还是不放心，把他们全身都捅了一个遍，就连脚底板也没放过。柳如烟诧异地看着你的所作所为，强烈谴责你不讲武德，人都死了还不放过。你不屑地嗤笑一声，这都是你的经验之谈。曾经有人因为心脏长在右边，在灭门惨案中逃了一命，然后卧薪尝胆努力提高战斗力，最后把仇人全家都杀了，给自己家人报了仇。你当然要想尽办法确定对方死的不能再死了。随后你返回永玄门废墟，仔细查看了一下你之前偷偷布下的陷阱，只要有人在附近走动过，一定会留下痕迹。柳如烟松了口气，那现在可以说明再没有幸存者了吧？可你却是没有说服，而是走到刚刚那2个孩子钻出来的废墟那边，低头进去一看，果然里面有一个12岁的小少年，此刻正抱着头缩在墙角。你有些好笑的摇摇头，就是这么点水平，还想从你手里逃跑？当年你全村被屠杀，你就是用这种方式逃出升天，你的业务水平可比这小子强多了。你不等他发表什么遗言，直接一剑收割。你侧耳倾听，整个废墟之上一片死寂，看来再也没有人了。柳如烟整个人已经傻了，永玄门灭门，这么大的事情要是传出可怎么办？你却早就想好了，把锅甩给别人，反正他们死的时候没人看见，有问题起来就推给魔修。你不想再跟女主讨论这件事了，人都死完了，说啥也没用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你正在考虑要不要去魔修的地盘上走一趟，带点土特产回来当证据，加强一下黑锅的质量。就在这时，女主接到了家族传信，家里有事，速归。女主回到家族以后，刚进家门就被亲爹甩了一巴掌。逆女，你还有脸回来？你气得就要冲出来。这老登敢打女主，依照你的脾气，抽不死他你就跟他姓。女主顿时顾不上挨打的悲痛，在身体里死死抱住你的魂魄。别，千万别杀人，这可是他的亲爹，不能再喊打喊杀的，挨打还不能还手，哪有这种荒唐的道理？你懒得看女主受窝囊气，干脆眼不见心不烦，回石海里继续修炼。可是女主被御剑宗赶出宗门的事，早已经传到柳家强的耳朵里。他认为柳如烟给柳家抹了黑，还让他在外面抬不起头来。你瞬间睁开眼睛，不就是抬不起头吗？这题你会啊？可是柳如烟这个身体主人拼命阻拦，你有一肚子好计谋，却偏偏哪个都不能用，这种窝囊气你受不了。你开始认真思考，要不把女主打倒，然后再考虑任务的问题。你还没有想出头绪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女主的未婚夫陈建居然找上门来，趾高气扬的将婚给退了。我不想跟你结婚，我爱的人是柳媛媛，你不要痴心妄想了。这话听着有点熟悉，你立刻睁开眼睛看去，果然你的感觉没错，这不就是退婚吗？上一世你修炼中途，突然别人陷害丢了灵根，从此修为一落千丈，不但同门师兄弟嘲笑你，就连以前死皮赖脸追了你300年，终于把你磨得答应婚约的未婚妻，也立刻赶来落井下石，理由就是他不爱你，他爱的是你才华横溢、修为高深的
大师兄。你虽然觉得有些颜面扫地，但是那两人已经被你送去轮回了。和你的处境不同，女主原本是修仙世家柳家的嫡长女，因为母亲生她时遇上天劫，母亲为了保护她，将大半修为渡给女主，自己却被九霄玄雷劈成了飞灰，而女主也流落街头，后来被柳家找回。但那世家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受尽宠爱的妹妹，就连跟女主母亲指腹为婚的未婚夫都气势汹汹打上门退婚，当众说要迎娶她的妹妹钱娇娇，这简直就是把女主的脸皮撕下来丢在地上践踏。你强忍着一口气听完陈建的各种脑瘫发言，又看完女主震惊崩溃伤心欲绝，然后又故作坚强的据理力争，最后被群嘲被侮辱被打压，不行，你看不下去了，剧情完成度已经达到60%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柳如烟，别跟他们废话了，直接上吧。柳如烟本来正哭得梨花带雨，听到你这句话哭声瞬间就停了，还因为太过震惊而打了个嗝。你觉得他可能没听懂？你从识海里飞出去，盘旋在陈建头顶，单手成刀在他脖子上比来比去，就这样直接砍死他们，那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女主仿佛受到了惊吓，差点就开口喊出来了，不行，绝对不行！陈建这个未婚夫虽然有点狗，但是罪不至死。至于柳娇娇是亲妹妹，都不能砍，砍了就家破人亡了。你也不着急，反正事实会让女主闭嘴的。这一场闹剧最后以柳家主出面调停，女主同意解除婚约，把未婚夫让给妹妹为结束。本来女主就够委屈的了，可是更离谱的还在后面。柳娇娇担心自己做的东西不合陈建口味，竟然拉着女主给她做技术指导，这也太恶毒了。就连你这样心狠手辣的反派大佬都觉得心里有些不舒服了。这种人真是给点阳光就灿烂，不解决了他，你吃饭都吃不香了。女主心里也很委屈，但是父亲也下令让她好好撮合妹妹和陈建，为两家日后的合作共赢提供帮助，这样她立了功，以后就能名正言顺的回到柳家了。没错，虽然女主才是真正的柳家嫡长女，但是因为她不受宠，柳家人根本不认她，不然她也不会被送到御剑门了。要知道其他柳家人可都是在自己家族学习修炼的，女主孤立无援，心下茫然，我要怎么办？这忙帮还是不帮？当然要帮了。你毫不犹豫的答应，乐于助人吗？灭文女主里的女主一般都是这么善良。厨房里，刘娇娇还在茶言茶语的炫耀，哎呦，本来姐姐一路舟车劳顿，做饭这种小事不应该劳烦你的，可是陈郎非要吃我亲手做的东西，只能麻烦姐姐教我了。你很不明白，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如果我喜欢一个女人，在家里有下人的情况下，我是绝对舍不得她去饭菜做家务的。如果指定了要她亲手做饭，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男人根本不爱她，只是把她当做一个可以随意消遣的小玩意。不过既然这对狗男女喜欢待在一起，那你就好心成全他们，拿出2个竹筒装的法器，装进了你随身携带的储物空间里。这可是你专门从系统自带的百科全书里翻找，最后研究出来的。据说这么一个小小的竹筒，能直接炸毁半个村。听到你这么说，女主也快要吓死了。这么厉害的东西藏在储物袋暗什么？不怕自己炸成碎片吗？你却是不以为意。俗话说得好，祸害1000年，你上一世就是不够狠，才会落得现在这个下场。晚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太阳还有一点点余晖的时候，女主来到后山的树林里，就听到她的妹妹和未婚夫是如何一边苟且偷欢，一边商量着如何弄死她，然后抢夺她继承御剑门的一切，立刻就变得合理合法起来。饶是女主这样善良到有些窝囊的人，都被气得脸色煞白，全身颤抖。她握紧了手里的竹筒包，就要朝2人的方向扔过去。你赶紧一把她拉住，之前都是她拉着你，现在终于也轮到你劝别人冷静点的时候了。当然你不是同情那对狗男女，而是现在还没到，还差一点点。在女主疑惑不解的质问声中，你终于看到了，2人已经脱完了衣服，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你当即一声令下，柳如烟，快扔出去，扔准一点。女主不明所以，但还是精准度将小竹筒扔了出去。下一秒，轰隆隆的巨响，外加天摇地晃，黑烟滚滚。你满意的点点头，果然系统出品必属精品。2个正不知天地为何物的狗男女，吓得跳起来就跑，连衣服都顾不上去捡。陈建施展了御剑术，抱着钱娇娇就往离这里最近的柳家。最关键的是2人都没有穿衣服，白花花的2团在天空中飞来飞去。别说，还真的是挺新奇的。只看周围有多少人在惊呼，还有多少人在呼朋唤友的跑来围观看热闹，就可以想象得出这2人现在有多么羞愤欲死。你还没笑够呢，当然不能让他们就这么离开。于是你先一步回到家族，命人将所有出入口关闭。等陈建和柳娇娇好不容易跑到女主家时，结果发现他们根本进不去。侍卫们虽然并不看重女主这个小姐，但是也绝对不会将2个当众裸的颠公颠婆放进家里来的，他们可担保期这个责任。所以2人就在太阳底下暴晒好几个时辰，脸面都阴丢尽了。最后还是父亲醒了以后，听说了陈建2人的事，便将他代为上宾，甚至逼迫你当着众人的面下跪磕头。陈建趾高气昂地看着你，一副看不起你的样子，而白莲花妹妹还在哭，一边哭一边给你上眼药。你突然笑了，就喜欢这种嚣张的找不到北的人，打起来才爽，不就是觉得丢人了，以后出门抬不起头来吗？这简单啊。在众人好奇又疑惑的眼神中，你拔剑刺了过去，因为离得很近，你没费什么功夫就将2人串了起来。你看着口吐鲜血满脸不可置信的2人，由衷的为他们感到欣喜。你们2个不就喜欢在一起吗？那我索性成全你们，把你的心和他的心串一串，保证投胎的时候还是一对，这多么好啊！全天下没有比你更懂照顾人的好人了。未婚夫和亲妹妹同一天死亡，这消息传得沸沸扬扬，陈家放出狠话来，说是要找修炼宗门的人来撑腰，讨伐柳家的妖女。这几天柳家主看女主的眼神有多恶毒，恐怕女主还不知道，那种眼神里很熟悉。女主眼有危险，你自然要早早做好准备。你看看任务完成度已经超过50%，有些惊讶。原剧情中女主开始被赶出宗门，手脚锯断，还被宗门追杀，流落街头受尽凌辱，后来又被永玄门的人欺凌，好不容易找回柳家，结果未婚夫和亲妹妹结婚了，甚至还在密谋害死她。
太毒了。比起前面的各种悲惨遭遇来说，如今这次未婚夫和亲妹妹的谋害，让女主却是伤心又伤身，所以这个情节才是女主最痛恨的部分。通关这一段剧情时，自然可以获得更多的感谢值。你现在要做的，及时做好迎战的准备。你从系统哪里学来的炼药术？女主父亲天天见了面就训她，最近甚至开始幸灾乐祸，骂女主鼠目寸光，竟然拿为了吃飞醋杀害陈家大公子。这下好了，陈家人不依不饶，这是要让她来陪葬了。女主想过逃跑，可是父亲根本就不给她机会，宁可将她拴在家里，只能等陈家来人便把她交出去，最好直接打死，那就一了百了。呵呵，你简直要气笑了。他以为女主死了，他自己就能独善其身吗？陈家人会不会放过他？你不知道，但是你肯定不能放过他的。于是这几天你都放女主一个人走剧情，和他父亲相爱相杀，狂刷虐质，而你则是专心修炼前世功法。随着剧情完成度不断增加，你的魂力也渐渐增强，现在已经能够正常修炼了。就在第3天早上，轰隆一声巨响，刘府的大门被轰开，陈家老祖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柳如烟，给我滚出来！你害死我儿子，我今天要让你给我儿子偿命！你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在旁边幸灾乐祸的女主父亲，对方笑的牙都快飞出来了。这么快乐的事情，你当然不能一个人独享了。你一脚将老柳踹出去，然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了出去，指着陈家老祖的鼻子破口大骂：笑话什么？没看到我家里老头让你们滚吗？想杀柳家的独苗苗，先跨过我家老头的尸体再说。老柳瞬间呆愣住，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被陈家人抓住一顿暴揍，而且每一招式都是冲着要害去的。你看得啧啧称奇，一边嫌弃一边浇油添火，就这么点力气也想打败我家老头，没吃饭吧？陈家人第一次被人指着鼻子嘲讽，瞬间炸开了锅，对着老柳下了狠手，一边揍一边问你服不服。老柳挨第一下的时候就想投降了，可是你早有预料，怎么可能让他奸计得逞？你直接给下了禁止，让他只会惨叫不能说话。可这看在陈家人眼里就是死不认输，最后竟然把元婴期以上的人全都叫上了。老柳一看不得了，索性祭出自己所有的法宝，双方斗得不可开交，眼看着已经是两败俱伤的局面。你哗啦一声召唤出人皇幡，道友们打累了就进来歇歇吧。霎时间魔气冲天而起，人皇幡瞬间暴涨成70-80亩地，将在场众人全都笼罩在其中。众人惊得瞠目结舌，指着你的手颤颤巍巍，你竟然是魔修！你没好气地砍掉他那只没有礼貌的手指。什么魔修？只是我的法器看起来有点黑而已，至于这些黑烟，不过是法宝有点脱色而已。众人被你噎得说不出话来，从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就在你和众人对峙，瞬间等待技能冷却的时候，毕竟你这也算是跨界跨时空的召唤了，而老柳竟然趁机逃跑了，你直接追了上去，人皇幡一开，老柳连叫声都没发出一下，就被吞噬了进去，灵魂和精血都成了滋养人皇幡的养料。杀完老柳后，你1秒钟都没有多耽搁，直接冲着城外拼命的跑，因为你的人皇幡需要技能冷却，所以你不能留在原地，不然陈家会趁机把你生吞活剥了。果然你刚跑出去没多远，陈家人就追了上来，给我站住，有本事别跑，我们好好斗上一场。后面的人越来越近，柳如烟都急哭了，这个系统到底是哪里来的奇葩？真是想要害死他是不是？身后追杀的人越来越多，可这次他却只一直在跑，刚跑到后山的半山腰，你突然停了下来，技能冷却时间已经到了，于是你停了下来。深州追着你的陈家人停了下来，跑啊，怎么不跑啊？终于没真气了，跑不动了。陈家老祖手里运起一团烈火，面带微笑缓步上前，仿佛在看猫爪里苦苦挣扎的老鼠。你忍不住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当然是因为不用跑了，你的人皇幡技能冷却时间到了。你猛然回身冲了过去，拔剑出鞘，一口气划过3个人的脖颈，3人连惨叫声都没机会发出，当场就软倒在地，没了气息。陈家人全都大惊失色，可你没有给他们喘息的机会，反手一把握住陈家老祖的手腕，将他手上那团熊熊烈火直接收入人皇幡中。这样精纯的灵力可是人皇幡的好养料。陈家老祖召唤出法宝，可还没来得及掐诀念咒，你就果断撕裂他一条手臂，然后转头环视一周，数一下，才20个人头，虽然少了点，但是聊胜于无吧。陈家人祭出法宝，齐齐朝你攻了过来。你冷笑一声，拔剑出鞘，长剑出鞘的刹那就顺手抹过一个人的脖子，剑光在人群之中蒸腾，利器入血肉的尖锐撕裂声，骨骼被切断的嘎嘣声，内脏落地的啪嗒声，痛苦的哀嚎声。而在鲜血喷溅而出的第一时间，就被人皇幡源源不绝地吸了进去。而你每砍死一个人，就会从他的尸体里拽出灵魂，捏碎了扔进人皇幡里，真的是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全都不放过。凄厉的惨叫声隔着人皇幡隐隐传来，比那种直观的血腥场面更加恐怖。陈家老祖瞳孔紧缩，双手颤抖。刚刚他们还稳操胜券，可是你只是微微一出手，转瞬之间就成了一片尸骸遍野的地狱。他难以置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明明柳如烟就是个软包子，被人欺负死了也不会吭一声的，可是就这么一会的功夫，怎么就变成了你这样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不想死，他想活下去。陈家老祖虽然是元婴中期，比你这个元婴初期还要境界高，但是在你毫不留情的杀掉10几个人，并将其魂魄也拉出来灭掉后，他现在只是看着你都觉得害怕，一点战意都没有了。陈家老祖立刻祭出飞行法宝，立马就要御风离开，可你早就预料到他想跑，当即祭出人皇幡，将刚才吞没的火焰全都吐了出来。有了默契加持的火焰黝黑的仿佛忘川边的幽冥之火，触之便会生死道消，魂飞魄散。而地上那些死尸则是在这一场烈火之中悉数化作焦炭。陈家老祖发出凄厉的惨叫声，你却仍旧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的询问他有什么遗言要说。当然你并不是真的关心他有没有遗言，而是想看看有没有人放的狠话，看看他们有没有后天什么的。可也许是被你吓坏了，众人只会磕头求饶，一句有用的话都说不出来。你很失望，只能让人皇幡把整个人囫囵吞下去，自己回去慢慢消化。事情解决了，柳如烟才松开紧紧捂着眼睛的双手，结果一睁开眼睛就看到了满地被烧焦的尸体，还有的已经融化了，跟大地融为一体。
体。柳如烟哭着尖叫出来：“你差点耳朵都被震聋了，有什么好害怕的？明明是他们自己找上门来找麻烦，你只不过是正当防卫而已。”你转头看向旁边路过的那几个修仙者，这番解释当然是说给他们听的，这些都是邪修干的，只是他们跑得太快，你实在是没有抓住。不过你不会放过这些杀人害命的恶魔的，你实在是哭不出来，眼睛都揉红了，还是一滴泪都没有。你赶紧把身体控制权让给柳如烟，这种剧情对他来说太容易。果然，柳如烟哭得楚楚可怜，那几个人一下子就信了，纷纷喊着除魔卫道，但是脚底抹油的速度比谁都快。你和柳如烟转头来到魔界与修真界的边缘地带，按照小说原剧情，女主会在这里遇上并交男主，男主有一个深爱的白月光师姐，结果师姐意外陨落，而女主和她师姐长得就7、8分像，男主瞬间就沦陷了，当即就把女主抓回去做替身。在魔界的生活并不好过，因为魔界很多女人喜欢男主，男主不接受也不拒绝，让这些女人心存幻想。如今看到男主对女主这么特别，瞬间对他羡慕嫉妒恨。一群没能成功侍寝的女魔修们，居然连起手来霸凌女主，垃圾这么多，必须一个一个全都清理干净，连一丝渣渣都不能剩。你一时间觉得手很痒痒。你每天都在边缘地带徘徊，一天游荡10几遍，可是你没有等到男主，反而遇到了重伤倒在路边的男二。原来六尾狐妖回到狐族后，凭借强大的实力，很容易就夺回了自己的族长之位，而男二一直很不甘心，六尾狐妖没有杀他，可他却一直野心勃勃，总是明里暗里的给六尾狐妖找麻烦。六尾狐妖觉得烦了，就把他打成重伤扔到外面自生自灭。你心中暗暗欣喜，没想到只是无意间中的一次出手，竟然间接的帮你解决掉了男二这个难题。虽然知道剧情中男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看到他奄奄一息的模样，女主又心软了。你无语了，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路边的男人不要捡了。女主不听，坚持要救男二，你无所谓，先救回去，然后让他看清楚男二的真面目就行了。刚回到租住的小院里，男二就醒了，一看到容貌屹立的女主，男主瞬间眼前一亮，多谢姑娘救命之恩，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在下愿娶姑娘为妻，男耕女织，恩爱一生。这下你是差点骂出口，赶紧提醒女主别答应，净给些没人要的东西，跟他要机缘，要灵石，要法宝，便宜的别要，就要顶级的。女主没反应过来，下意识的按照你教的说，男二瞬间脸都黑了，看着你的目光也带着一丝鄙夷。这下别说你了，女主都有点受不了了，他可是男二的救命恩人，男二凭什么看不起他？女主现在的思维方式被你影响了，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这次受了委屈，她第一反应不是忍受，而是找你告状。你二话不说抢过身体控制权，拎起人黄幡对着男二一顿猛砸，直接将他砸到当场死亡，灵魂也被你拽出来喂给人黄幡。不过这里出了一点小问题，你拽出来才发现男二身体里的灵魂居然是男主的。你好奇的搜了魂，才知道男二早就被六尾狐妖打死了，只是重伤濒死时没遇到女主，反而被路过的男主捡回去。没多久男主就渡劫失败，灵魂无处可依，便夺舍了男二。你高兴了，这下可算是一箭双雕了。下一秒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话音落下，你就被送回原来的世界，时间点也回到了大仇出报的那天。你躲在暗处，看着那个小小的漏网之鱼远远走来，你嘿嘿一笑，这次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而另一边，女主步入了修仙正轨，只要她自己不作死，就可以一路平顺的修炼到飞升。而女主此时只想踏破虚空，去找那个一直带着她躺赢的大反派。